这别说国际了，国内很多机构之间我们都没有办法进行比较。你的机器校准的原始值所用的标样不一样，你的光斑的大小不一样，等等这些的话，都会觉得你的数字是不可比较的。那这个工作我们怎么做？我们先从一个科学表征开始，再做这个事情。我们创办了一本英文期刊，这个是国际自然学会下这个来做指导，这个第2期上线。刚才跟这个韩老师讲，这个封面可以帮我们设计更漂亮一点。它现在已经被那个艾博思科收录了 ，EBSCO 收录了。最后欢迎在座的各位啊，到我们景德镇，不管是第一次还是多次来穿越，来在我们的御窑厂也感知御窑的魅力，也感知这个城市的魅力，特别是感知我们共同的中华优秀的传统陶瓷文化的魅力。谢谢大家。这个我们的掌声不够热烈呀！来，谢谢欧院长。这个上一次我去景德镇，刚才就那个打卡那个3个，那个叫3什么？三重门。那个人太多，我就没有排上队啊，我就不知道原来那个瓷板画是那么重要啊。其实今天欧院长就是从那张瓷板画开始跟我们讲述景德镇的整体的一个明清御窑的一个历史啊，我觉得特别震撼啊。今天其实是往往我们看的都是瓷器，都是纹样，都是表面。今天欧院长是从考古学特别严谨的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是御窑。我觉得这个名字其实解释今天何以御窑，我觉得特别重要。欧院长，我觉得他从几个方面啊，从考古，比如讲他的四指是吧？它的这个位置，它的碎片的堆积，以及它地图和对应的文物的关系，做了个开始。然后他讲了像御窑的使命，比如说国家使命啊，它那种关于像都城建造啊、祭祀礼制、对外交流啊，以及朝贡体制啊这样一个国家使命。然后到工艺创新，像从苏麻离青到本地的这个青花的原料的这种更迭，彩色釉料的研发。甚至到后面斗彩、粉彩的这种内容啊，另外还有就是御窑制度督陶官的这种制度啊，以及官样的这样一个制度然后到其实我们看到从海外的收藏，包括像出土，像阿拉伯啊、像阿联酋、像肯尼亚这种其实印证了像郑和下西洋、像对外交流这样一些文化的这种东西再一个，它从技术角度，比如说官窑到民窑这种扩散。就带来的技术和文化的扩散其实就是一种怎么说，就是一种高技术的这样一个民间外溢以国际化带来的甚至世界范围的传播，带来全球的这种陶瓷技术的一种进步包括像越南、像土耳其其实我们之前那个其他嘉宾也讲过，像日本像很多其实都带来这种陶瓷的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一种技术革命这个革命是由景德镇来引发的这样一种，其实到最后他讲到今天的科技发展今天的陶瓷研究是非常严谨的、非常科学的这种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我觉得翁馆长发起了一个国际陶瓷联盟，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主动性的，把我们作为一个中心去建立我们的标准建立我们的这种话语权比如他谈到的这种联盟。谈到的这种制定标准，谈到的期刊，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一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今天我们去发表学术期刊，我们都是发表人家的我们既然是被动的，或者是被迫用其他严苛的，甚至是侮辱性的标准我们去做。但是我们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家，其实带来的是一种新的建立全球标准的这种，以建立一种范式、一种标准，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让翁馆长今天让我们看到新一代考古人新一代考古学家，他们其实所做的贡献非常的重要。真的，我从这个角度，我就无论做一个今天的
活动的现场的主持人，还是作为一个市民啊，作为一个观众，我觉得都特别感谢翁院长。好，我们再次用这个掌声来感谢翁院长。好，那我就过来。其实我上一次去这个景德镇啊，我实际上已经被震撼了。其实我不知道现在有去过的吧？余姚博物院、博物馆，我还是比较多的。其实今天的观赏体验也非常好。它从这个园区啊进去以后，陶阳里整个那片区，包括博物馆，包括他们周边的那些。像市集啊，还是那个的民居带来的整体的这种效果，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大家说没去过还是要去，去过的我觉得可以2刷3刷。而且实际上今天讲完之后，我现在大家再刷，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上次遗憾，因为翁院长太忙，没有陪我去逛那个但是他今天已经把是吧，这个已经做了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讲解，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去就不一样了。也是特别好。那个，首先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从翁院长那边看出他对景德镇的热爱，因为翁院长是景德镇人，这个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很少我们有当地人回来当地在从事这个研究，以及为家乡做贡献，这个是很特别的。其实那个翁院长是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他早期他实际上是应该是学金融还是学经济的然后他在海外其实做得很好了，他又回到中国，甚至回到景德镇。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回到家乡，从事这个余姚的考古工作？有请。刚才介绍了锦漂，就我属于锦归，转一圈回到景德镇。这个年少的时候哪里喜欢陶瓷啊？不喜欢。感觉到大家这个家里人什么之类干陶瓷，忙活半天，也赚不了几个钱。那上大学那时候学的是什么经济、金融、计算机这些东西，所以也不免俗，就想着赶紧逃离。转了一圈回来，那个时候回到家乡，其实当时我们是这个回国创业，当时做陶瓷有关的教育、培训和一个瓷厂的一个建立这些。参与一下，但这过程中对陶瓷、对景德镇这种文化才产生了热爱。就像您刚才说的，2刷3刷，我是不知道 N 刷吧，是回来以后再刷，不一样。我对历史一直感兴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历史在对景德镇的感情，所以这样子。刚才其实有一个我没讲完，因为我后面有个图片没有哈，就是我从小我是个后街男。就是刚才说的余姚厂的中心啊，不是景德镇的窑业改造了这个景德镇的地貌嘛？它的原来的这个城市的街道布局非常简单，余姚厂在中间，像金华像落马桥这样的窑子在中间南北，它的东西就是2条长长的街，靠河的叫前街，靠上的。它的西侧、东侧的就叫后街，小时候老在那玩嘛，开玩笑。后来有一个乐队叫后街男孩，自己开玩笑。所以这个小时候的那种耳濡目染很有感觉。就是我记得就是去年，当时接待一个这个外国人，我走到那个老李弄那里去，我说这就是我小时候贪玩去河里偷游泳，回来以后去窑房里面去烘干衣服的地方。正是我小时候拿那个河边找到那个扎饼圆圆的那个瓷质的小垫在瓷器下面垫烧的东西，打水漂的地儿，那这个简直用不完的那种打水漂的这个最好的道具，所以这个方面肯定还是会让你很有感觉。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说，这些经历和这种体会会可能让我可能会多一种不同的视角来去看现在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个包含了对家乡的情感，这个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比如说我是在山西芮城长大的，我小时候就在永乐宫里面玩。
我想可能我要回去做永乐宫的工作，可能会也饱含着情感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今天准备的问题非常多，我估计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问了啊。我可以简单的问一下，就是您回到景德镇之后，您最重要的发现或者最重要的这种，无论是技术上的，或者是器物上的，或者是认知上的，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就回来以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最重要的发现。我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最开始是一个绝望，是说你看了那么多东西哈，那么真的就是刚刚介绍这个刘询元先生，还有其他的一些先生，挖都挖不完，然后研究不完，一件一片片，有点绝望。第一是绝望，哇，我说什么样时候你才能有大成？说能够，就不说我，而是说这个方面的那种。前面当然就前面这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大成。说未来的话，能不能够在一个相对的这个可以预期的时间内，能不能够把这些更好的研究和信息能够做出来？这个做的话是让大家一起来，有什么样的一种机制方法？但是我其实听完讲的，我觉得你挺幸福的，因为它是可以说世界陶瓷最耀眼的一个明珠，有那么多的历史，那么多的材料。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我就是哇，你应该是个什么宝库啊！就这种工作，是不是也是，就是应该后来就不绝望了？就是这种宝库，虽然说应该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对，这个我说的绝望是对这个好像这种学术研究的一个绝望，那种绝望也打引号了，并不是真的绝望，更不谈不上对人生的绝望。确实在这个景德镇做这个工作还是幸福感满满，毫无疑问。我也特别羡慕，就是这个在我们成为去御窑博物院之前，我们只是叫景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那个时候的一些同事们，他们的状态就是他可以真的是更加沉浸在，就是对一器一物的研究，一件东西都能研究，这个是很幸福的感觉。我依然记得我在落马桥窑址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没办法，有时候给这个赶班呢，晚上在做标本分形式的时候，一堆的碗一排排的放在面前，一堆的鸟食罐放在面前，你去看它的细微之处的时候，当你完成了一篇，我当时记得我完成了鸟食罐的那一篇的，把它分形分式，我走出去，外面就黑了，这个星星点的这个星光月光的什么的啊，你这转头一看一下眼前的窑址和我后面身后的整理室那种感觉，哇，这就是感觉到那种穿越感啊，是穿越的感的那种幸福感是无可言语描述。其实我在跟那个温馆长真正见面之前，我实际上是已经在帮他们设计一套书，就是考古报告。里面我第一项就是落马桥遗址啊，这个名词其实很早就种在我的心里啊。这个我其实也是有一个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之前我也问过其他，就是景德镇它除了刚才您讲，就是它当地的，比如说原材料、当地的技术这样速成原因之外，它有没有别的附近的窑会对它有影响，或者就是说它就是景德镇是怎么诞生的，以及它的技术呀，以及这个窑的这个形成，只是本土的还是说有影响，以及它和其他民窑之间有一些什么比较重要的关系？从烧造瓷器来讲，景德镇显然不是最早的窑厂。我们说一般说成熟的瓷器诞生于东汉晚期，甚至季汉，说这个三国时候的这个浙江。但是景德镇在我目前发现的晚唐时候的遗存它是这时候烧造青瓷。它明显的受到了来自于包括它的窑炉那种形制所用的窑具这些东西，我不光看产品，还看它的工艺，这些工艺，我们看到明显它是受到了越窑窑炉的影响，在它瓷器的一些窑具和产品上面又受到了越窑和红重窑的共同影响。然后在五代的时候，它模仿北方的白瓷，它烧造了非常精细的白瓷，最具
创造力的时候就来自于五代晚期北宋初创造出的秦白瓷，南秦北白一结合，这是奠定了景德镇的瓷国新秀在那个时候的地位。这个解答了我很多的疑问。有时间关系我不能再问了，我是把问题开放给大家。今天来了很多我们的朋友，今天因为图书馆有很多重要的活动，所以今天我们的很多这个听众都被分散了啊。今天有3个活动在同时这个时间段，但是我今天看见我们的线上人数是突破我们的之前最高人好像是4万多，我今天刚刚看已经6万多啊。今天可能是特别重要的，可见我们景德镇这个 IP 还有文馆长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们大家有朋友跟翁院长提问的，哎呀，好，大家举手，好，送上话筒。非常感谢翁院长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这个讲解，那我们也对这个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呢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到御窑博物馆所出土的全部都是残次品，所以我想知道这个残次品的话，是因为战乱的原因导致残次呢，还是说它是一些就是这个碎片呢是残次品，它是因为战乱的原因导致的呢，还是说出土的时候呢，就是发现它是就是因为有些缺陷，然后的话呢是怎样去御窑博物馆是怎样判定这个残片它是次品还是成品？另外第2个问题呢，就是说在景德镇发现有多朝代的这个瓷器，您自己所认为的哪个朝代的瓷器呢是最佳的这么一个作品哈？然后第3的话呢是您对那个瓷器的初学者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从哪些方面可以更好的去欣赏这个瓷器，然后怎样去判断这个瓷器是好的瓷器还是比较差的瓷器？有些什么建议？谢谢。这个我尽量简洁的回答您的一系列问题。这个御窑的瓷片绝大部分是当年的残次品，不回避这样的一个定义。它是生产中一定是大量主要是有缺陷产生的。其次，它一种是落选品，它可能很不错，但最后我只能选10中挑1个。第3是它的试验品，可能是一种试验品。这3类。那么由于有这3种情况的存在，所以我们的碎碎鸭它的身世也变得更加的可以有想象空间。第2个问题是窑，对，所以其实刚才我就回答了你的问题，其实也算回答了，就是说有些残片太残的时候你没法判断，有些太残的情况你没法判断。但是我刚说了，从概率上来讲，最大的可能是残制品的概率。那么其他的这个一些太残的无法修复的，我们不好去判断。但有一些也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看见一个6爪龙的层画这样的一个这个盘，6爪，龙怎么画6爪呢？好，有失误。这样的有些时候有些有趣的例子也非常好玩。至于说现在初学者我这个我不太好说哈。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内在动力，到底什么东西让你打动？如果你关心的是一个你收藏的东西的一个价值，那你就是吧？这个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去。如果你喜爱的是历史，你从某一个时代跟某一个时代的政治事件、当时的工艺风格、社会文化很有关联的一个东西开始，都是很好的出发点，就是真正自己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动力的方向去对。至于说这个怎么去看一个好瓷器，这个我想你去看一些大家公认的好东西、真东西，把自己的审美就对这个认知先纯净化，就是这个先看好了，有条件尽量多看看，甚至能摸一摸。我觉得这个深圳有很好的，深圳博物馆还不错啊，有一些藏品，咱们望野博物馆的陶瓷更好。其实可以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无论你是从技术是吧，从艺术还是从历史我觉得等等都可以进入。实际上我们关键是找一个自己最熟悉、最喜欢的
感兴趣的方向去记录是最好的。好，其他的朋友，哎，前面这位女生，递下话筒。那个文宇你好，就是你今天跟我们分享很多考古的东西，但其实可能在以前来说，考古是行业内的一件事情，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各年龄段、各行业都会关注到考古的一些它的文物啊、它的一些器物啊之类的。然后你今天讲的这个河宇玉窑，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您对于这个玉窑未来的一些畅想或者策划，就是有没有说现代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一些影视啊，或者文创、动漫之类的，然后让我们的玉窑有更全面的，或者是更多面的去为大家所知道。对，非常好的进一步哈，这个深入挖掘。你其实刚刚讲鸡鸭联盟这个鸭，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愿景。我们希望通过以这样的一种它具备可能对年轻人、对当代有亲和力的 IP 去打造。但您刚才讲的这些动漫啊，这些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建议，我们也非常欢迎。特别在近些年一些二次元像 B 站，也像以泡泡玛特为代表的这样的这个手办，它的这样的兴起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但是我们玉窑博物院它首先是一个学术机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人才、人力和资金等等方面资源去自己来去开发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其实如果用最简单的6个字来概括我们的职能的话，就是深挖掘、做接口。也就做接口，就欢迎我们这个有想法、有能力的，都可以去做创作。好，下一个。现在好像男生们不主动啊，看这个女生很积极啊。好，我们这个来的这个专业人士啊，我们的老朋友大庆啊。温院长好，因为两三个月前在港中大的那个研讨，我也去听了有2天，也是受益匪浅。我呢是一个老井漂了，我也是深圳的陶艺家工美大师等等我对青花还是特别情有独钟的。完了后了，我第一个了，我就觉得说我们玉窑是一个应该说是全球化的极致，是一个唯一的一个这个类型的博物馆。今天就是我看到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我也在想呢，我们有没有一个计划，在未来在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些这个当时玉窑的一些产品作品做一个复烧，我想在这个方面有一个了解，或者说还有没有各种就是说是在创作的角度的一个延伸。非常好的问题，确实我们被你猜中了。我们你那个成立玉窑工艺的复原实验室，把我们从考古、从基因库中获取的数据，既包括图片，也包括科技检测的等等这些数据，去和景德镇乃至全中国的这种陶瓷的非遗传承最优秀的力量，也最有正面的这种出发点的这种人员，我们来去做一个结合。我们有这样的愿景，而且这种复原，它不是说只是做它的一个复刻，而是说一些经典工艺的还原。比如说我们的很大量的是吧，一些现在可能到现在可能都不能够很稳定的复制出来的一些工艺。另外，将来的研发一些方面，我觉得这个就更多我们还是提供把这些素材，把这些东西，然后当然可能也可以利用玉窑的流量，这样的这个线下的也好，未来也许可能还能像刚才这位女士提出来的一些怎么跟年轻人通过一些动漫接触这些流量，能够让其他人能够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我们肯定创作不出，但是怎么样让他们有传承的去创作新的作品，这也是我们非常大的心愿。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前排这位，这也是我们的知名的老朋友，感谢啊，罗院长，下午这么好的、这么精彩的这个讲座，听了以后受益匪浅。我的问题是呢，就是从实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个纵向比较的话，哪个朝代是巅峰？如果巅峰是在古代，那么我们现在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个巅峰？我们是学习、模仿，还是可以创新？这个话题引申开呢，对所有的中国的学问、艺术，包括这个学术，可能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是崇拜、模仿古代的巅峰是方向呢，还是我们可以创新？谢谢。对，古代的字词的好些个时期啊，都有它的巅峰作品。我们肯定不能一概而论。像无论说是在这个我们说青瓷大行其道的时候，像越窑的秘色，这个耀州窑，它的这种生特花，以及后来的这种定窑、邢窑那种蛋壳等等，都非常的精彩。那越窑呢，从我心目中来讲，当然带有一定的偏见啊，我说它还是一个集大成者。明清越窑，特别是在说14世纪到18世纪这一段，这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巅峰时候。那现代我们肯定没有必要去说，由于喜爱、崇拜而固步自封。喜爱、崇拜是去汲取它的营养，光是它的这个物的美，包括它背后，它的文化、它的工艺，它的人文。现在我觉得当然是我们需要大量的创新。现在其实可能在于很多的理工男的眼里看来，我以前学理科的，你看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只要你给我足够的数据，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再现的。特别现在很多工艺，比如我们窑炉工艺大进步。原来的窑炉虽然大家有些人喜欢柴窑那种柴烧的那种温润感觉，但实际上那气窑完全可以实现它。这不是说它的这个方面的难度问题，而是说咱们真要去还原有些经典工艺，我们需要是数据。当代的一些技术去结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更多的还需要创新。比如说文创，大家现在年轻人那么喜欢一个没有来头的一个新 IP， 横空出世的，花那么多钱去买，还那么高溢价，那对将来有来头的这样的 IP， 难道不应该更有价值吗？这个可能创新是肯定一直会需要。好的，那个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提问了。其实最后一个问题也是特别好的，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遗产，看待我们的文化？我觉得郭院长其实谈得很好，我们今天的技术是足以复刻任何历史上的东西了大家好多被各种自媒体宣传那些不可能的那些什么永远怎么样，那是历史的一些东西，其实是今天的技术应该我觉得都可以达到，而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更重要，这个遗产给我们未来的生活带来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其实跟古人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很难去用古人的东西来服务我们的生活。更重要，其实它更是一种精神和文化上，或者说它给我们带来的启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的这本学堂也好，我们今天的很多展览或者我们的讲座，其实不是说我们只能去复古更重要，我觉得其实还是往后走，就是把这个东西怎么继承下来，就往未来去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态度。然后我这个观点也不一定正确但是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智慧学堂的一个宗旨。我们今天是吧？为什么要办这些讲座、这些活动？为什么让我们了解这些我们的艺术之美？我想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好，那个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感谢我们这个嘉宾王院长，感谢各位现场的朋友和工作人员，特别感谢我们线上的庞大数量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的坚持。我们今天的自美学堂就到此结束。另外，我们算是我们第6季的自美学堂也就到此结束，因为马上就快过新年了先给大家祝一个新年快乐。
那么另外呢，我们在第7季我们会增加我们的这个今年数量，因为今年那个讲座被大家吐槽我们数量不多，很多这个粉丝强烈要求的内容更多一些啊。另外我们刚才我今天还跟欧阳在商量，我们可能会明年会聚焦几个方面吧，比如说陶瓷啊，我们说把我们没讲的各种窑口是不是讲一下，是吧？我觉得这个会很有意思，形成一个系列啊。另外我们还一方面会涉及到一些山西的古建筑啊，我们正在讨论明年的一些方向啊，这个也会明年会给大家带来更加精彩啊、更加多场次的知名学堂。好，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再见。